各位注意看，这就是每年害死将近3000人的嘴脸啊！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件发生在12月27日的行人与公车的 A1 事故，完全就是可以避免到，甚至是连发生的可能性都没有的诶。为什么这样说？交通部长要做什么？当然是为了改善台湾的交通嘛。问题是我们的交通部长做了什么？怒了，震怒，一直怒。每次发生全国关注的交通问题，你做了什么改善？你只有把责任推卸给受害人啊。那要你一个毫无作为、不懂改善交通的人霸着交通部长的位置，浪费我们的纳税钱干嘛？民间一堆改善方案都比你的用力看还要有用多诶。先让我们看看现在的学士英才路口。首先，人车实向没有分隔就算了，完全没有行人庇护岛，行人穿越道没有退缩，还几乎就画在路口范围内。这会造成什么问题？我实际开车来带各位看看。我现在在学士路往北，就像当时的280路丰原客运一样，等等要左转英才路，这个路口的号志只有圆形绿灯，没有左转保护石像，也没有人车号志分隔。这代表着车辆左转时，除了要注意前方相对右侧的直行来车外，还要注意左方行人穿越道上有没有行人穿越。这可不是常人办得到的事情诶。正常人的眼睛一次只能专注看一个方向。虽然这个路口有对向凿壁，让北向左转英才路的车辆可以顺利通过，但转弯车还是必须注意直行车，因为你没有办法确定对向来车的号志是否已经转红，还是只是某台车停在那边而已。而当你确认过对向来车，车辆起始进行左转时，一直到不需要再确认对向来车后，你把注意焦点拉回到车头时，你已经压过行人穿越道了。而一个家庭、一个人或是一个你深爱的人，就这样已经压在别人的车轮下了。而且这还是我驾车习惯良好，都有抵达路口中心才开始转弯。就像我之前影片说过的，90%的台湾驾驶转弯都在切西瓜。人类是一种喜欢走捷径的动物，没有行人庇护岛就没办法防止切西瓜转弯的行为。而且该路口灯光昏暗，驾驶人转弯时还切西瓜转弯的话，车头灯光没办法正对行人穿越道，白色涂料无法反射车头灯光，借以照亮行人。就算没有切西瓜的问题，行人穿越道过于接近路口，也造成驾驶没有足够的时间注意与反应。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路口的行穿线设计，目的并不是在于保护行人安全，而是秉持着我有画行穿线给你走，随手一拉把路口连起来而已，连最基本的让行人以最短距离通过路口的概念都没有。说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些来自非官方交通部门由民间提出的改善设计。首先，这个是由松山查尔斯提出的改善方式。行人穿越道拉直并分成2段，让行人用最短距离通过路口。行人庇护岛让切西瓜驾驶无法再利用底盘压过行人，就算压到东西了，也只有庇护岛。这样子的设计，还有谁会撞上行人呢？酒驾吗？酒驾也撞不到行人，它会被庇护岛拦住。庇护岛中间空间，让行动不便、行走较慢而无法一次通过路口的行人，可以有安全的庇护，2段式穿越路口。行穿线退缩路口，让左右转车辆驾驶人，车辆可以正面对行人穿越道，车灯不只可以照亮斑马线，还可以照亮行人。也因为行穿线有退缩路口，驾驶人在停让行人时不会阻碍直行车流。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是由标线改造台湾路
提出的改善方式。刚刚有的东西这边也都能看到，行人穿越道拉直，行人庇护岛，庇护岛中间空间，行穿线退缩路口，停让空间。除此之外，还有零偏差的偏心式左转专用道，让左转车在等待左转时不会阻碍后方直行车流。潮化线标示路心，让驾驶可以更直观地认知到路口路心在哪里。转弯时如果不行驶到路心而抢快左转的话，还会压过潮化线再多900元罚锾。行人庇护岛的前端以潮化线示警，提醒驾驶人之余增加容错率，而不会因为一个失误就直接开上庇护岛。英才路转柳川路右转引道，增设停止线与行人穿越道。其他还有避车弯、车道瘦身、实体人行道，这些都是对所有用路人既能保障行的安全，还能增加通行效率，有效改善台湾交通的各种细节。看到了吗？交通部，这才叫改善啊！标线改造台湾路所提出的设计以100分为标准，松山查尔斯提出的也有8、9、10分，而交通部呢，用力看可以得到几分？就跟我在这支影片里面说的一样，负100分啊！还是要再说一次，这就是每年害死接近3000人，毫无作为，毫无改善，持续每年造成3000个以上家庭破灭的嘴脸啊！先看看这篇由事故当事人发布的文章，受访本人都能够感受到媒体有意想要带风向，这其实一点都不意外。看看一堆有汽车涉入的各种交通事故，有其他车种或行人涉入时，不管谁是肇事主因，风向往保护汽车的方向带就对了。如果肇事主因是汽车以外的车种，那你将会看到满片的报道在进行猎巫行为。而这件案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篇幅的报道呢？因为受害当事人是外籍人士，丢脸丢到国外去了嘛。换句话说，就是交通相关部门根本不在乎自己国内的行人到底因交通人祸而死去多少人。而这件案件对台湾交通有什么作用？毫无作用。检讨了什么？驾驶没有用力看。能改善什么吗？没有，继续维持每年3000人。甚至还有可能以事故为由降低这里的速限，给你个30-40，然后插上测速，用人民的血肉换收割人民钱财的摇钱相机。然后这件事故到了交通部眼里，只会是行人无肇事责任，公车驾驶未让行穿线行人先行占全部肇事责任，行人 A1 事故加1，人数加2，大客车 A1 事故加1，人数加0，行人好危险，大力执法取缔行人违规。台湾几乎所有路口都是这一种充满陷阱与危险的设计，也持续以每年3000人，平均每天随机挑选8个人等出人生。而这些用血肉换来的，只有高官作秀，引导风向，甚至利用这些受害人来为自己的口袋增加罚单收入。这件事故真正的肇事责任分析，应该是交通部占全部肇事责任，请你负起责任。如果你和我一样希望这种事情不再发生，台湾交通必须改革，以保障所有用路人的安全，那希望你可以将这支影片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让交通部看到，让逝者安息。